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运了车，刚才回乡施工，恰逢同学会，顺路吃个饭。同学们这些年发展的都不错，人人穿金戴银，开豪车买高楼。不是吧，高材生，你怎么开了辆拖拉机？怎么混得这么寒碜？同桌攥着自己的宝马钥匙，对我投来嘲讽的目光。同学们看着我满是泥巴的拖拉机，笑得一个比一个大声。我无奈地看着这群暴发户，这可是兰博基尼的车标，你们怎么跟个土包子一样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饭桌上都是同班老师和同学，我没想到会被看不起，我是真有点后悔参加来吃这顿饭了。没有人回忆青春，都在拉帮结派套交情。沈寒啊，你跟同学们多聊聊，别跟个闷葫芦一样，车说不定就有了。我相信班主任是好意，希望我跟混得好的同学拉交情。可这话听起来真不得劲，一旁看好戏的同学立马搭腔：是啊，沈寒你多求求刘总，说不定明年就能买好车了。刘总就是我同桌刘辉，宝马的车主，穿着西装打着领带，收拾的人模狗样，的确像个成功人士。昔年都叫小辉，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刘总。听到吹捧的话，刘辉斜睨了我一眼，端起酒杯晃了晃，一副等我开口的模样。这嘴脸实在令我反胃，冷笑道：那倒也不必，我还没到求人吃饭的份上。同学们想到自己刚奉承刘辉的丑态，觉得自己被含沙射影讽刺了。同学们脸色一变，开始阴阳怪气。沈寒，你开部拖拉机真是了不得哦，你仗着成绩好，清高的要命。你成绩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连像样的车都买不起。清高，那个时候你们羡慕我成绩好，大学好，可不是这种嘴脸啊。我劝你吃饱喝足，这可是5星级大酒店的饭菜，把你的拖拉机卖了，你都吃不起。刘辉身边的女子先是吊着眼镜嘲讽我，而后对刘辉点头弯腰。要不是刘总，咱们都吃不起这么好的饭菜。我下意识转头看他，奈何我离开老家太久，一时间没有认出他是谁，只觉得眼熟。大概是我脸上的疑惑太明显，他的脸色一下有些难看。你连恩师都认不出来了？我又仔细看了他半晌，还是没想起来他是哪位恩师，只能抱歉摇摇头。他咬着牙扬声道：你少给我装，上个月你还给我打电话打听低保条件呢。听了这话，我才记起他是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，同时也是我们的任课老师。上个月我不小心拨错电话打到王老师手机上，可我当下就解释自己打错了，还立马挂断。怎么到他嘴里就成了打听低保条件呢？我不好当众下老师的面子，只能陪笑道：王老师好。哼，王老师从鼻子里出声：你呀，当时没拿到助学金，穷得要自杀，要不是我照顾你，你还能考上大学啊？我半夜去厕所，不小心从上铺踏空，怎么就成了自杀？谣言这么可怕吗？至于王老师说的照顾我，他的确去医院看过我一次，当时我成绩好，王老师对我不错，倒是对成绩吊车尾的刘辉横挑鼻子竖挑眼。没想到今天却反过来了。看到我有些怔愣，刘辉笑了起来：沈寒啊沈寒，从前去老师办公室，你是喝茶，我是挨骂，全怪你沈寒嫉妒我，在王老师面前冤枉我偷东西，搞得大家都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啊！我冤枉你偷东西？不是你王老师告诉我刘辉是个贼，让我好好学习，不要跟他玩吗？我忍不住看向王老师，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心虚。
暗恨自己当年押错了宝，可当着大家的面也只能梗着脖子回答：没错，就是沈寒到处污蔑刘总偷东西。看来王老师害怕被刘辉记恨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。同学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。哎呦，没想到沈寒是这样的人，光学习好道德败坏有什么用？沈寒今天混成这样都是报应。听了这些话，刘辉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。高中3年被我压制的憋屈，在10几年后的今天得到了释放。我意识到这群人都是向前看，无论我如何辩驳，都不会相信我。多说无益，我再次拱手告辞。刘辉拦在我的身前：你跑什么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是想不明白，都是30好几的人了，他至于盯着陈芝麻烂谷子的那些事吗？老同学叙叙旧吗？自从刘辉听说这次我从深圳回老家了，一手操办同学会，为的就是今天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同学拉了拉我的衣袖，递了一杯酒到我手里，压低着声音跟我说：沈寒，刘辉娶了高阳市首富的女儿，早就翻身了，你别和他作对，到时候工作丢了，你还有爸妈要养嘞。哦，靠着女人的裙带关系得到了金钱和权势，就来同学们面前耀武扬威是吧？刘辉也就这点出息了。我愣是忍了又忍，才没从鼻子里哼出声。不过爸妈，想起回乡前爸妈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去看看班主任，读书时他帮了我很多。于是我端起那杯酒，对着刘辉道：阿辉，咱们同桌3年，你知道我的为人，我从来不会背后说人长短，不论是你还是别人。我从小是个书呆子，如果以前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我向你道歉。同学们难得聚在一起，我不想砸场子，如果有什么话，咱们之后私下说。随即我一饮而尽，我的服软没有让刘辉释怀，反而是得寸进尺。沈寒，你当年造谣我偷东西的时候，你完全没想到有今天吧？人话都听不懂，真是浪费时间。我实在懒得搭理他，直接往门口走。没想到刘辉直接让人把酒店大门关上了，紧接着朝我走来。这是要干嘛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个彪形大汉抵着脸按到了饭桌上。看我跟条死狗一样，无法反抗。刘辉满意了，你小子不是鼻孔长天上看不起人吗？你装逼前怎么不打听打听我现在的分量？这家5星级酒店跟我姓，你知不知道？身体不由自己掌控的感觉着实糟糕，就算我一贯好脾气，也控制不住满心是火。刘辉，你放开我，惹到我的后果是你承担不起的！哈哈哈哈！刘辉像是听到了笑话一样，捂住肚子狂笑起来。真把自己当碟子菜了，看看你那破拖拉机，不过是个臭拉货的，又没前途又没钱，惹到你就跟没惹一样啊！哥们，感受他的无知，我不由冷笑一声：破拖拉机，你看看车标吧，那是玛莎拉蒂，抵你10个宝马了，土包子！听我骂他！刘辉的面孔闪过一瞬间的狰狞，随即嘲讽道：你吹牛不打草稿是吗？你之前还在问低保，才1个月你就发财了？你以为随便买个假冒伪劣车标贴上去，拖拉机就是玛莎拉蒂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假货永远都是假货，永远低人一等。刘辉居高临下看着我，一边拍打着我的脸，羞辱意味十足。我被迫俯首帖耳的模样让刘辉很得意，行为也愈发嚣张。刘辉一挥手，压着我的人便松开了对我的桎梏。我扭了扭酸痛的脖子，一脸淡漠地看着他。最恶心你这死人样，装得跟什么一样？刘辉神色扭曲，
随即像想到了什么，冷静下来。你想走可以。刘辉指了指自己的皮鞋，把我的鞋子舔干净，这跟人格侮辱有什么区别？我脸色冷得像挂着冰渣，一旁的同学们面面相觑，觉得刘辉做得过了些，犹豫着要不要开口打圆场。刘辉也意识到了，但他太清楚这群人是什么德行了。于是刘辉对着正要站起身劝和的同学冷笑道：怎么，你也想和他一起来舔？同学不想成为刘辉的靶子，立马悻悻然坐了回去，立马道：刘总误会了。几个本想打圆场的同学也开始调转话头，生怕被牵连。我觉得沈寒太嚣张了，怎么能对刘总不敬呢？刘总一定得给沈寒一个教训，杀杀他的锐气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很失望。他们是我的同学、老师、室友，吃饭搭子，青春被时间侵蚀得面目全非。刘辉满是鄙夷地看了他们一眼，觉得这群墙头草还比不上我。别说我欺负老同学，莫！刘辉掏出一张卡丢在地上，你舔干净了，我帮你把车换了。这小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你也配换我的车？刘辉，人怎么能蠢到你这个地步？你真动了这部车，你岳父都要被你连累喝一壶。我心头开始冒火，从来不以势压人，现在也开始撂狠话了。你小子又装上了，我今天就把这部车砸了，我看你能怎么样？你敢？车里都是你赔不起的东西。我大怒，我拖的都是贵价建材，这几年我做跨境电商赚了不少，打算在家乡建个分公司。这些建材造价昂贵，渠道又少，我不放心，便自己从省城拖了一车回来。我想着都是相熟的同学，吃个饭不碍事，便开着拖拉机直接过来了。没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，我越是恼怒，刘辉就越是得意。就算你下跪求我，我也不会饶过你。刘辉手一挥，酒店里10来人立马抄起凳子、棍子上去砸拖拉机啊！见状，我随手抄起一个凳子，对着身前狂砸，连续放倒好几人。奈何双拳难敌4手，没被我拦住的人冲向了我的车，车还是被砸了好几下，小半建材都毁了。哐哐哐，传来的一声又一声，震得众人心里发颤。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刘辉恶狠狠地盯着我，脸上满是得意。我看着刘辉的面孔，只觉得他无比可憎。就因为我开了部拖拉机，就以为我是个老实人，让我在聚会上如此难堪。我恶向胆边生，直接拿着手上的凳子砸向了刘辉，碎屑飞散。刘辉一愣，似乎还没反应过来，几秒钟后，鲜血顺着刘辉的额头流了下来，刘辉的笑容就这么僵在脸上。他正愣着，用手指摸了摸脑门上的温热，随即脸上的表情变得极其可怖。你敢打我？打你又怎么了？打你还要挑日子吗？我看刘辉的目光就像看一个自不量力的小丑。我知道今日不能善了，直接打了个电话。方明，是我，你叫他们都来酒店。我来同学会本是推掉了一个饭局，结果那边一直传短信给我，说想见我一面，正好在这里把事办了。方明，我好像在哪听过。一旁的王老师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，忍不住细想起来。刘辉立马不耐烦地打断王老师的思索：你看他这孬样，能是什么混得好的人吗？他能认识什么大人物？他就是接了个闹钟装逼呢。王老师看了刘辉脑门上的伤，害怕被他迁怒，只能抛下心中的疑窦去哄他。不愧是刘总啊，一下就看穿了他的谎言。其实刘辉跟王老师一样，也觉得方明耳熟，
只是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放不下面子，只能强压着不安，疾言厉色：“你敢打我，今天我要你死！”刘辉狠瞪我一眼后，掏出手机，狂按一串号码。片刻后，电话那头接通了：“岳父，你赶紧来一趟家里的酒店，有人欺负我，我被人打了，脑门上全是血。他这哪是欺负我，简直就是看不起您啊，岳父！”刘辉把自己说的可怜至极，可一挂断电话，他又变成了最开始尾巴翘到天上的模样。等会我岳父来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神气，到时候你可别吓得跪地求饶。只是刘辉没想到，先来的是我的人。刘辉看了看带头者整齐的黑西装，他觉得很眼熟，他终于记起来方明是谁了。这是沿海地区投资商的人，方明。之前岳父想要拉他们的投资，带着自己和方明吃过饭，当时岳父一口一个方哥。刘辉明白这是自己得罪不起的人，于是他立马整理着装，满含笑意地迎上去：“什么风把方叔叔您吹来了？”打头走来的一个方明不理他，直接走向我的车，环视了一圈，然后问刘辉：“这是我们公司的车，怎么成这样了？”虽说车没砸烂，但车身几处凹陷，足以证明车遭受的摧残。刘辉听了这话，脸都吓白了。他实在没想到这车来头这么大，但在方明摄人的目光之下，他只能结结巴巴解释：“这车是他。”说着，刘辉伸手手腕一抬，指向了我：“方叔，是他，他偷偷开公司的车出来搞坏了。方叔一定要跟他好好算账。”我就说嘛，沈涵这衰样，肯定连拖拉机都买不起。果然是偷偷开公司的车。刘辉一边指正我，一边还用眼神示意吃瓜的同学们。同学们迫于刘辉往日的淫威，只能顺着他的话说：“没错，车是沈涵自己弄坏的。”此时的刘辉还以为我不过是个小喽啰，整天给老板打杂跑腿，一天到晚过得凄惨无比。偷偷开公司的车，在刘辉心里，我就是这样一个碌碌无为的人。我正是因为混得太差，所以从来不敢在班级群里说话。没想到我的低调忍让，成为旁人欺负我的理由。方明顺着他的手指，将目光移向了我，先是一怔，随后露出笑容。方明疾步上前，向我伸出了右手：“沈董，一直想向您报告工程进度，只是您一直不得空。”我神情淡淡的回握，随即看向周围的同学。方明是分公司的总经理，算是我的下属。同学们早就从满脸轻蔑同情变成了瞳孔地震，不住地和身边的同学眼神交流，全是不敢相信。你听见他怎么叫沈涵的吗？我的妈啊，这可比什么首富女婿厉害多了。沈涵有这身份，早该跳起来抽刘辉啊，早看不惯这龟儿子了。我的眼神扫视一圈，最终落在了刘辉身上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我脸上的笑纹越深，刘辉的脸色就越来越惨白。他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刘辉急得一脑门子汗，和伤口的血痂混在一起，看上去无比凄惨。他眼睛滴溜溜地乱转，在想如何自救。刘辉擦了擦汗，挤出笑容走到我面前：“沈董，我真是得罪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会跟我计较吧？”哦，没想到他滑跪得这么快，如此能屈能伸，倒让我高看他一眼。看刘辉低垂着脑袋，不停陪笑，我心中不由冷哼一声，前倨后恭，令人发笑。咱们是同学，我们之间的问题都是小矛盾。听到我这么说，刘辉才放心几分。可是我一个转折，让刘辉还没落回肚子里的心又悬起来了。可你砸坏了公司的车和建材，
那就是你和公司之间的矛盾了。刘辉见我把话说得这么重，吓得腿都软了。刘辉想了想，随即咬牙道：“今天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惹到您算我倒霉。您不高兴是应该的。我现在把自己的车砸了，给你出气。”话音刚落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刘辉就捡回地上的棍子，将自己的宝马一通乱砸，没多久就砸了稀巴烂。看着成了废铁的宝马，刘辉的脸上闪过心疼。但等到刘辉转过身面对众人的时候，他的脸上再度摆上了谄媚的笑。沈董，你满意了吧？满意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你的车是你自己砸的，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啊！你小子把自己的车砸了，转头扣我脑袋上，往后说出去，知道的说你给我赔罪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仗势欺人呢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刘辉大为震惊。按照刘辉的想法，我应该接受他的道歉，跟他握手言和，相谈甚欢，甚至主动分资源给他做生意。毕竟他这个首富女婿都率先低头了，不管我是什么董，都该给面子才对。刘辉感受到周围同学看好戏的目光，就连一直站在自己身边的王老师都开始对我使眼色，他的脸色变得极为阴沉。刘辉上前一步，用他澄亮的脑门抵住我的下巴。沈寒，好歹同学一场，你非要苦苦相逼吗？我哑然失笑。你刚羞辱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俩同学一场？我这算哪门子的苦苦相逼？你自己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车砸了，关我什么事？又不是我让你砸的。方明害怕刘辉伤害我，直接上前拦住他，将他架到离我3步以外的地方，呵斥道：“说话就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动脚。”刘辉恨恨道：“不要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牛逼的不行，我岳父也不是吃素的。”岳父，我听了只觉得好笑。回高阳市之前，我早就打听清楚这边的格局。近半年，刘辉岳家沾了我公司分部的光，好几个项目都搞得红红火火。当家人李信强在上个月首次登上了高阳首富的位置。李信强屁股还没坐热，刘辉就以为高阳市姓李了，整日顶着首富女婿的名号到处显摆。这算哪门子首富？不过是个暴发户罢了。话音刚落，刘辉的岳父李信强就来了。儿子开法拉利到处显摆，当爹的就坐加长林肯出行，唯恐旁人不知道他李家有钱。往往这样的商户在出事的时候是第一个被清算的。刘辉3步做2步上前给李信强开门：“岳父，您来了。就是这个小兔崽子把我车砸了，根本不把咱们李家放在眼里。”李信强比刘辉有分寸多了，他先是扫视一圈，看着不说话的方明，思索了几秒，又看了看刘辉被砸烂的宝马。李信强向我递来一根雪茄，问道：“兄弟贵姓？”我瞥了一眼他递过来的雪茄，心道不愧是暴发户了，都混到一世首富的地位了，见到人的第一件事居然还是递烟。更傻冒的是，居然把雪茄当烟递。但对方笑面而来，我也不好打笑脸人，便拱手推拒：“谢谢，我姓沈，沈先生。”李信强念了一遍我的姓氏，开始从脑海中搜索高阳市是否有一个他惹不起的沈姓人物。“你把我女婿给打了？”“不，我立马打断他的发言，“是您女婿先动手打我，我出于自卫才还手，而且他还把我的车砸了。”刘辉当下反驳：“他可不觉得自己有错，要不是你逼我，我能把自己的车砸了吗？”李信强思索一番，发现高阳市并不存在一个自己惹不起的沈姓人物，便将本要递给我的雪茄往地上一丢，怒道：“
我给你面子才叫你一声先生，你是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你也不打听我李信强在高阳市的地位，这辆宝马500万，把你卖了也赔不起。我总算知道刘辉的嚣张样是跟谁学的了，真是青出于蓝啊！就是，你知不知道我岳父是谁？他在高阳市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，一个电话就能叫你倒大霉。刘辉有老丈人罩着，腰杆都硬了，在旁疯狂叫嚣：要不你先看看我的车吧，被砸坏我也是要索赔的哦。我的车很结实，只是表面有几处不显眼的凹陷，乍一眼看上去不打眼。李信强只看到了最惹眼的废铁宝马，根本没发现我混入车群的黑色拖拉机，也就是你这样的穷鬼。李信强上下扫了我好几眼，见我穿搭低调，平常都是地摊货，嘲讽道：会对辆拖拉机念念不忘。我是真没想到刘辉不识货就算了，怎么当首富的岳父也这么不识货？就算是暴发户也要懂点基本常识吧。诺，那是我的车。什么？李信强闻言瞪大了眼睛，看来他也不是那么不识货。他快步走到我的车前，瞪大眼睛看了看车牌，还不敢置信地绕了好几圈。我见他最后闭上了眼睛，一副不敢睁开视死如归的模样，想必很希望眼前全是幻觉吧。岳父，您怎么不说话了？刘辉见李信强哑火了，满脸不悦，他还期望着岳父给自己打脸出气呢。您快帮我狠狠教训他！刘辉话都没说完，就被快步走来的李信强扇了一个耳光。你这个逆子，一天到晚就给我惹事！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，扇得刘辉头晕脑胀，真是爆笑如雷的一幕。我差点鼓掌笑出了声。李总不愧是首富，倒是比你这个头脑简单的女婿识货得多。你说什么？刘辉听我嘲讽他，正愁被扇一巴掌的气没地方出，便对我怒目而视，顾不得脸痛就要上前来找我麻烦，结果又被他爹反手抡了右脸一巴掌。刘辉彻底呆住了，捂着脸不知所措地呆在原地。接着李信强走上前，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沈董事长，这小子不过是我女儿的男友，根本没有结婚，算不上我女婿。李信强直接撇清了跟刘辉的关系，同学们哗然一片。刘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一个50-60岁的商业大鳄要当众给小辈鞠躬，也算难为他了。3分真7分假，别以为我没看出来，李信强打刘辉不过是做样子，若是真用了力气，怎么刘辉脸上连个红印子都没留下？我不接茬，冷眼看着李信强唱戏。李信强只能一直弯腰居在那里，场面相当下不来台。李信强的低头服软让刘辉觉得相当难堪，他直接将弯腰的李信强拽了起来，道：岳父，您这是在干什么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就是沿海来的投资商。李信强一脸苦笑，自己一直讨好方明，就是为了搭他的现建投资商。刘辉脸色霎时一白，想起半个月前岳父对自己的嘱咐：最近你可得消停点，沿海来了个不得了的投资商，要是能搭上他的线，咱们家要更上一层了，最起码不要得罪他，他一口唾沫就能淹死咱们家。当时刘辉忙着玩乐，完全没听清李信强的后半句，投资商最喜欢玛莎拉蒂的车，你可千万要注意。既然你们搞清楚了，那咱们就来算算账吧。看李信强、刘辉如丧劈考的表情，我就知道他们翁婿俩明白过来了。清高，治他。李信强脸色惨白地点了点头。如今他早就不计较宝马的500万了，这500万比起他即将要丢失的，不过是毛毛雨罢了。至于我开过来的车，我顿了一下，
严格说起来，这是公司的财产，公司会跟你清算的。我望着刘辉满是恐惧的脸笑了一下，道：我想你马上就会接到法庭的传票。刘辉仿佛见到了恶魔的微笑，一个腿软跪倒在地。同学们也被这场变故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场面怎么就从刘辉姚岳父过来撑腰，变成了刘辉他岳父向沈寒鞠躬认错呢？他们的眼神不住在我和李信强、刘辉父子身上来回扫射着，只能够得出沈寒的身份够牛逼，能够让首富低头这个事实。他们看向我的目光，从最开始轻蔑的目光变成了崇拜。几个先前对我冷嘲热讽的女同学开始向我搭话，要不是饭桌上还有许多人，我估计他们会直接扑过来。饿狼猛于虎啊！我真是怕了，找了个借口直接从聚会离开。不同的是，这次没有人敢拦我，反倒是好言相送。同学们一路从饭桌上送到了马路口，看着一张张虚伪的笑脸，不由想起刘辉为难我时，没有一个人为我说话。这样全是人情世故的同学聚会，真是没意思。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参加了。至于李家，我后来没有对他们做什么，暗地里使绊子这种事不是我的风格。不过这次聚会的事情不知道被谁传出去了，聪明的人知道李家得罪了我，自然不会跟他们合作了。他们本来就是靠人脉起家了，没过几年就垮了。至于刘辉，该罚罚，该判判，一切由法律为准绳。这样的人和事，早就不值得我浪费任何时间和精力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